我睁开眼睛，熟悉不过的天花板和房间环境仿佛是一场梦。望向熟悉的摆设，我知道我重生了。我坐起身来，感受到床单的柔软。刚刚那是梦吗？但猛烈的疼痛和恐惧告诉我，那都是真的。心里却充满了对前世的不甘和愤怒。我曾经以为自己拥有了完美的爱情，但结婚后才发现，一切都只是他的伪装。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，只是觊觎我家中的财产，而小三更是他的帮凶，联手造成了那场让我死去的事故。死亡前的不甘心还历历在目，绝望、痛苦，还有心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要面对这一切，决定要复仇。我重生了。这个意识仿佛是一个沉重的震撼，让我差点无法呼吸。那个悲惨的婚姻，那个自以为得到爱情的我，那个最终让我走上绝望的渣男。我不禁握紧了拳头，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怒和冲动。但是现在我有机会可以重来，我回到了过去，回到了结婚之前的时光，回到了2020年3月。我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，确认我真的穿越了。但这次我不再是那个傻傻的女孩，我带着重生前的所有记忆，所有痛苦，回到了这个时间点。而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向那个背叛我的渣男和小三展开复仇。张凡成、郑薇安，你们等住，我会要你们付出代价。我仔细地环顾四周的房间，这是个温馨而雅致的卧室，粉色的墙壁和柔软的床单让人感到舒适，是以前的我喜欢的摆设，是我自己住的时候挑选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重新聚集起自己的思绪。复仇的计划已经开始，我必须假装不知情，等待时机的成熟。这将是一场风暴，一场我自己的复仇之路。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正思考住接下来该如何行动。突然手机响起，我拿起手机，看到来电显示时，张凡成，也就是那个渣男，心中忍不住涌起一丝厌恶，但我必须假装一切都很正常。我按下接听键，努力让自己声音平静下来。喂，凡成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。舒雨，我们今晚一起吃晚餐吧，我想和你好好聊聊。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热情，但我知道那只是虚伪的表面。我心中暗自冷笑，这个渣男虽然表面上装的一副温柔体贴的样子，但我知道他的真面目。他只是想要控制我的一切，想要占有我的财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晚上6点，我们去哪里吃？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淡。我已经订好了一家不错的餐厅，我来接你怎么样？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得意，我心中冷笑，这个男人居然还以为我会听他的话。但是现在还不是揭开他的真面目的时候，我必须保持冷静，等待时机的成熟。好的，我等你。我嘴角勉强挂起一丝笑容，好不容易结束了通话，久久不能平复，手还止不住的颤抖。这场复仇才刚刚开始。我和张凡成约好了晚上6点在一家高级餐厅见面。我穿上一套浅色连身裙，让自己看起来显得清新而优雅。张凡成按时来接我，开着高级轿车，我坐在副驾驶座上。他穿着一套西装，看起来英俊帅气，他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，是曾经的我最喜欢的样子。舒雨，坐吧。他温柔地替我拉起椅子，我微微一笑，感觉到他的殷勤，但心中却是冷冷的。我知道这个男人的真面目，知道他对我的利用和欺骗。我们点了菜，开始享用晚餐。表面上我们看起来亲密无间，仿佛一对爱的夫妻。我们讨论着即将到来的婚礼，讨论着是婚纱的事宜，讨论住我们的未来。舒雨，你看我们过几天就要去试婚纱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张凡成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期待。我点点头，是的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很期待。他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。那太好了，我也很期待。我们结婚后一定要去很多地方旅行，好好享受生活。我勉强笑了笑，我也很期待和你一起去旅行。外人看来，我们绝对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两人之间充满了爱意和默契。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只是一场表演，一场为了复仇而做出的表面。而这个男人对我根本没有真正的爱情，他只是在利用我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不让任何人发现我的真正想法。我必须等待时机的成熟，揭开他的真面目。我们讨论着婚礼的事宜，他一派风度地听取我的意见，但我心中明白，这一切只是他的一场阴谋。晚餐过后，他开车送我回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握着我的手，我却感到一丝不自在。舒雨，谢谢你今天陪我吃饭，我很开心。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温柔，我勉强笑了笑，我也很开心。凡成，他停下了车，靠近我脸上，露出了一丝温柔的笑容。他仿佛要亲吻我，但我推开了他。我们明天见，晚安。我冷冷地说道。他露出了一丝困惑的表情，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。
好的，晚安。我下了车，看住他的车离开，压下心中的不安和愤怒，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家。当我坐在家中的沙发上，回想着婚礼的准备时，一个名字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：郑薇安。他是我曾经的好友，我们是不同部门的同事，明明是我的好朋友，也知道我的男友是谁，他却情愿当个第三者，与他一起背叛了我。我想到了他，我必须打探他现在的状况，想知道他对于我要和张凡成结婚是什么感受。我拿起手机拨打了他的号码，几声铃声后，他终于接通了电话。喂，薇安，是我舒雨。舒雨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熟悉的笑容。我忍住了心中的愤怒，尝试保持冷静。我想问问你最近有空吗？有啊，要一起出去逛街吗？虽然逛街也不错，但是我是要告诉你，我要结婚了，我下周要去试婚纱，你有空吗？可以陪我一起去吗？上一世我也是这样邀请他的。听到我提到是婚纱，他的声音中稍微多了一丝疑惑，但他很快就回答道：当然可以，我很乐意陪你去的。我心中冷笑，我知道他是不会拒绝的，他一定会假装开心的祝福我，但我知道他心中一定是不开心的，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下周见面吧。我假意的笑了笑。好的，下周见。他也回答道。我挂掉了电话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薇安曾经的好友，现在却是我最大的敌人之一。我想到了我们一起试穿婚纱的情景，他一定会表现得很开心。曾经我有多开心，现在看来就有多可笑。所有的这一切都只是假象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搞上的，只知道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已经过了好久好久了。现在想起来，应该是更早之前就已经暗通款曲了。试穿婚纱的日子终于来了，我早早的来到了婚纱店，心中充满了平静，毫无波澜。如果是以前的我，一定还傻傻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吧。我穿上一套美丽的婚纱，站在镜子前，看住自己在白纱中的身影，想起第一次穿上时的情景。不久，郑维安也到了，他穿着一身得体的服装，脸上挂着一丝灿烂的笑容。我假装不知情的迎接他：薇安，你来了，我真的很高兴你能来陪我一起试婚纱。他笑着点了点头。当然，舒雨，我也很高兴能陪你一起度过这个特别的时刻。我心中暗自冷笑，他的表情真是虚伪至极。我在心里翻了个大白眼。张凡成也到了，他看到郑维安时微微一怔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冷静。他们彼此打了招呼，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不熟悉的样子，但我却能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猫腻。我故意装作忘了告诉张凡成薇安也要来的样子，假惺惺地问道：凡成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跟你说了，薇安也要一起试婚纱，你会介意吗？他的表情稍微有些犹豫，但很快又笑着回答道：没关系，当然不介意。我心中暗自冷笑，他没有去演戏，真是可惜了他这一身戏骨。我独自进入了更衣室，开始试穿不同款式的婚纱，但我提早到就是为了设置窃听器，想听听他们在我不在的时候会说些什么。我带上窃听器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郑维安的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满，他问道：凡成，你真的打算和他结婚吗？而张凡成的声音中却带着一丝得意，他回答道：当然了，他的家里可是有钱人呢，我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我心中仿佛被一把冰冻的利刃刺穿，这个男人竟然对我如此冷酷无情。他们的对话让我彻底清楚了一切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。你自己也有公司，不是不缺钱吗？林舒雨家里很有钱，而且等我有了那些钱，还不是花在你身上，傻瓜。可是看到你跟他结婚，我一点也不开心。还装可爱闹小脾气，我头顶3条黑线，要不是要报仇，我真的不想再听下去。张凡成哄着郑薇安，不外乎就是说只爱他一个人，等事情结束之后一定会娶她。小三勉为其难地答应了，两人抱在一起还亲吻。我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恶心，但现在不是跟他们输赢的时候，我必须等待时机的成熟，我才不会让他们好过。我慢慢地换上了另一套婚纱，整理好自己的情绪，假装没事地走出了更衣室。当我走出来的时候，张凡成和郑薇安立刻停止了他们的亲密动作，假装一副不熟悉的样子。舒雨，你换好了吗？张凡成微笑着问道。我灿烂笑了笑，是的，我换好了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好看吗？张凡成张口就来。当然好看了，我的新娘怎么能不好看？郑薇安假装开心地说道。舒雨，你真的很美，这套婚纱非常适合你。他牵起我的手，仿佛害怕我不相信他，那就决定选这件了。两人点头表示同意，我们一起离开婚纱店。郑薇安走另外一边，我们道别后各自回家。回到家后，
我瘫在沙发上，真是累死我了。试婚纱是每个女孩的梦想，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只是复仇计划的一部分罢了。在一个寂静的夜晚，心情实在是太郁闷了，我独自一人来到了一家酒吧，是我以前很少来的地方。我第一次觉得我急需一些酒精来解愁。我点了一杯烈酒，一杯喝完还不够，不知不觉地喝了好几杯，心中的烦忧却依然没有散去。正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：舒雨。我抬头看去，只见一个帅气的男人站在我面前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惊讶和关心。景玉，我有些茫然地问道，因为这个男人竟然是我的儿时玩伴和景玉。上一世我跟他在婚后就没有见面了，虽然是儿时玩伴，但很少联络。我们一直到高中为止都很好，家里住得很近，所以感情很好，可以说是从小到大都是他陪我的。后来我跟张凡成在一起之后，才渐渐的失去联络，可能是因为张凡成特别不喜欢他吧。为了不让张凡成不开心，我也就不再主动联络景玉。有多久没跟景玉见面了？我一时之间竟想不起来。他坐在我旁边，神情有些忧虑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一个人喝的这么多？或许是醉了，也或许是见到他太安心。我心中一阵酸涩，还有委屈，嘴巴没经过脑袋的喃喃自语：我已经死过一次了。他听到我的话，神情顿时一变，露出惊愕的表情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些喝醉，不小心说漏了嘴，但现在也已经无法收回。没什么，别在意，我支支吾吾地说道，但身体已经无法支撑，直接醉倒在了他的怀里。虽然看不见，也没有意识，可我感觉得到他轻轻将我拥入怀中，让我感受到一丝温暖和安心。片刻之后，我渐渐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舒适的座位上，而且靠住他。我赶忙坐起来，景玉关切地注视着我。舒雨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你会说出那样的话？景玉的声音中带着担忧和疑惑。我努力收拢心情，试图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但我知道我已经无法再隐瞒下去。景玉，其实我已经死过一次了。我终于下定决心将事情告诉了他。我将前世的所有一切告诉了他，包括我那失败的婚姻，还有意外死亡的事情。景玉听到我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震惊，他的眉头皱了起来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。舒雨，虽然这样听感觉有点难以接受，但是我相信你，你没必要骗我。我想报仇，我坚定地告诉他。虽然我不赞成，但是我只希望你开心。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记得告诉我，不许一个人做危险的事情。我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温暖，但同时也有一丝不安。我不想将他牵扯进来，更不想让他受到伤害。景玉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这是我的事情，我会自己解决的。我坚定地说道。景玉看住我，眼中充满了理解和尊重。好吧，如果你需要我，随时都可以找我。他沉默了一会后开口。你不用一个人承担所有的事情，如果你有什么困难，我可以帮助你。你可以相信我，舒雨。我感激地看住他，谢谢你，景玉。你终于笑了。他像是松了一口气地调侃我。我笑了吗？回来的这些日子，我好像好久没有发自内心的笑了，每天都在想着怎么报仇，怎么避开最坏的状况，很久没有放松下来了。一起回去吧。景玉开口说。我们坐在计程车上，我感到自己的头脑渐渐清醒了些，但身体仍然感到无力，只好靠在和景玉的肩膀上。他的酒气混着身上的清新，让我感到一丝安心。我无法控制地回想起前世的种种，我总是努力讨好身边的人，但却忽略了自己的需求和感受。这次重生让我意识到了许多以前忽略的事情。我突然觉得没有好好对待过自己，才会烦闷地跑去喝酒。我不再是那个因为讨好别人的舒雨，我要为自己而活。我抬起头看住窗外的夜景，心中充满了决心，但同时我也感到了一丝不安。我害怕我的出现会影响和景玉原本的生活，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，而且前世我并不知道他的近况，他也不该在这个时候遇到我。下了车，因为我家和他家住得很近，我们决定一起走一段路，顺便醒酒。在路上，我们走在安静的街道上，只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声和微风的轻拂。我静静地走在他身边，心中充满了矛盾。
和不安。舒雨，你怎么了？他的声音突然打破了沉默。我抬起头看住他温暖的眼神，心中感到一丝温暖。我勉强笑了笑，没事，只是一时感觉有些烦闷。我好像都没有好好的想过自己要什么。他微笑住摸了摸我的头。那你可以现在开始想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温暖，但同时也有一丝心酸。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会怎样，但至少现在有他在身边，我感到踏实了许多。隔天我重振旗鼓，想着如何对付张凡成和郑维安。首先要先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。本来还苦于没地方下手，但我偶然得知有个富二代正对郑维安展开全力追求，我心中不禁一喜，这无疑是天赐良机，让我得以挑拨郑维安和张凡成之间的关系。我立即下了决定，要暗中协助这位富二代，让他的追求更加积极而有力。在我的安排下，这位富二代开始对维安展开一系列的浪漫攻势，送花送礼，安排浪漫约会。他毫不手软，让郑维安感受到浓浓的诚意。我特意将这些惊喜的讯息传递给了张凡成，我知道他会对此感到嫉妒和焦虑。某天，我和张凡成约好，在一个小巷旁的有气氛的餐厅见面。这个地方正是郑维安经常光顾的地方。当我们走进餐厅，我注意到郑维安坐在不远处的位子上，是刚好可以看见又不到太近的距离。郑维安看着我们进来的方向，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疑虑和不安。我心中暗自满意，这一切正按照我的计划进行。在餐厅里，我与张凡成入座，我已经能想象他在我的圈套中会有什么反应。我们坐下后，我故意与张凡成亲密接触，一边牵着他的手温柔地和他聊天，一边柔情似水地看住他，就像以前爱他时的那样，同时让身边的人都看在眼里。我知道郑维安一定会看到他的神情微变，他一定会开始怀疑张凡成是不是还爱我，到底是真的不爱我了，还是为了哄他的说辞。郑维安100%会对他是否心里还有我产生疑虑。我心中暗自得意，这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。这里真是个不错的地方，对吧？我对张凡成轻声说道。是的，很不错。张凡成仿佛有些心不在焉地回答道，他的眼神时不时地望向郑维安那边。我决定再加把火。在私下交谈时，我故意提到郑维安可能有别的追求者，是个富二代。你听说了吗？那个富二代在追求维安，看来很认真的样子。我故意提起这个话题，观察着张凡成的反应。张凡成的脸色微微一变，眉头紧皱，他努力掩饰着内心的不安。哦，是吗？他试图显得不以为然，但我清楚地看到他眼中闪过的嫉妒之色。他最近不是换了包包，又戴了新的项链吗？应该是男朋友送的吧？我知道那是张凡成送的，所以故意提起。这样啊，那很好啊。他假装没有反应，又像是松了一口气。那天上班，还有人送维安花泥，很大一束很漂亮的玫瑰，大家都看见了。你也想要吗？张凡成假意扯开话题，因为花确实是富二代送的。不用啦，有你陪我就好了。我假装还是很爱他的样子，期间不乏亲昵的喂他吃东西，帮他擦嘴之类的小动作。虽然我没有看向郑维安，但我知道他一定全都看在眼里。我不断的在他们之间播下怀疑的种子，让他们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。每一次的见面，我都用尽心思，让他们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越来越深。我期待着看到这一切会如何发展，这位富二代的追求是否能够撼动郑维安的心，让郑维安离开张凡成，或者反过来让张凡成放过我，直接去挽留郑维安。毕竟男人的嫉妒心也是很可怕的，尤其像张凡成这样高傲的人，无论怎样发展，终归是对我有利。他们在私下见面的时候，我利用窃听器录下了他们的对话。我静静地坐在房间中，听着他们的一切。你还爱他吗？小三的声音充满了不安和担忧。当然不是了，我跟他在一起只是为了钱。渣男的声音有些冷漠，却也带着一丝谎言。他到底爱不爱我？我想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那你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还要跟他那么亲密？你不是说你不爱他吗？郑维安的声音显得有些激动，他已经忍受不住了。那是他来拉我，我总不能推开他吧？你为何不跟他分手？你不是说你爱的是我吗？他快要失控地质问张凡成。你冷静一点，我跟他结婚之后就能拿到他的财产了，到时候再离婚，我们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。渣男试图安抚他。你总是这样说，到底还要等多久？那你不也有个富二代在追求你吗？你怎么没告诉我？
什么？郑维安似乎没想到他会这样说，或许是意识到说错话了。张凡成沉默了一会。好了，不要说这些了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你不要乱想了。我也真的喜欢你，我才会这么在意。郑维安也知道不服软，两个人的关系可能会破裂，但郑维安到底是真的爱张凡成，还是更喜欢富二代，谁也不知道。在张凡成的安慰下，郑维安终于勉强冷静了下来。但我知道这只是表面的平静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猜忌只会越来越深。我默默地勾起了嘴角，我果断关掉窃听器，后面的事情我没兴趣听下去。我的计划正在一步步实现，他们的关系已经开始动摇，这正是我想要看到的结果。灯光柔和地照在我面前，手中的文件堆满了整个桌面，每一份都是揭露张凡成真面目的关键。我静静地坐在书房里，眼睛注视着那一张张文件，心中充满了满足和报复的快感。窗外的夜色渐深，街道上的车流渐渐稀少，只有远处传来的汽车声和路灯微弱的光芒。我心中清楚，我即将踏上一条不归路，但我并不后悔。我拿起其中一份文件，上面详细记载住他在公司内部的贪污舞弊。往小的说，他故意打压对手，总是私下抢人家生意；往大了说，他一直在偷偷挪用公款，甚至还逃税漏税，一点一点掏空公司，把公司的钱装进自己口袋里。要是这些证据足以让他的公司陷入危机中，肯定能让他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做出了以前的我不会做的决定。我悄悄地往外释放这些证据，一点一点地放出风声。我匿名将其中一些不重要的文件发送给了他的公司对手，消息很快就传开了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这个道理我想应该还是很好懂的。但是挪用公款，甚至还逃税漏税的证据我还没有拿出来，因为王牌总是要最后才能使用。虽然只是无关紧要的小罪证，但是不用多久他就会来求我了。他的现金流一定会出现问题，他的高傲和自信会在我手中化为泡影。果不其然，他成了知情人士唾弃的对象，和作案也被拒绝了好几个。他要是想不出办法，他的公司就要准备倒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，他的合伙朋友们纷纷背弃了他，他失去了一切，连底都没有了。他成了众人眼中的贪婪之徒，没有人再愿意和他有任何瓜葛。这个时刻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他失去一切的悲惨模样。我光是想象出他此刻的表情，心中不禁觉得好笑。不久之后，他来找我，希望我能帮助他渡过难关。张凡成绝望地站在我面前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恐惧。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无法挽回的境地，唯一的出路就是找我求救。舒雨，我知道我不该开口麻烦你，但我真的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。你能帮我一把？我已经失去了一切，我只剩下你了。求求你，让你家出资帮我周转吧。他的声音充满了哀求和绝望。我表现出一副为难的神情，摆了摆手。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困难，但这件事情我必须跟我父亲商量一下，我晚几天再给你答复，好吗？他听到我的回答，立刻燃起了一丝希望。他感激地抱住我。舒雨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激动和感激。我表面上微笑住，但内心却感到一阵恶心。我不动声色地将他推开，然后告诉他我会尽快告诉他答案的。我早已经计划好了一切，我会让他尝到失去一切的滋味。故意晾住他几天后，我跟他确认了答案。我可以借你钱周转，但是需要你签借据。我看着他，表情坚定。他感到一丝意外，但很快就点头答应了。我把借据放在他面前，他快速签下了名字。我看着他手中的文件，心中充满了得意。在暗中，我已经把公司超过一半的股票买了下来，成功的成为了最大股东。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，一切都是我所安排的。而我是公司的最大股东，也就是现在实质的掌权者。他这个老板也只是被我捏在手心的玩物。坐在书房里，我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步的行动。接下来我要做的最后一步，就是让他们万劫不复，就像当初他们对我做的那样。虽然无法让他们偿命，不过多的是讨债的方法
何况我也不想为了他们弄脏我自己的手。明明这一切都是想象中的那样，为何却开心不起来？我心情沉重地回忆起上一世的种种，一切仿佛在我脑海中重现。当时我和张凡成结婚后，生活看似美满，但实际上却是痛苦不堪。他经常找借口出差不回家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，对我冷暴力，这让我感到孤独和无助。更让我痛心的是，他用备孕当理由要我辞职，却在家里对我冷言冷语，还要我伺候他的母亲。后来我得知，他一直在外面约会小三，这一切都让我感到绝望和伤痛。忧郁症开始笼罩着我，我无法自拔地陷入了黑暗中。而更令我感到绝望的是，我得知自己的财产也都被张凡成用各种方式偷偷拿走，我几乎一无所有。有一次，我意外生了一场大病，住进了医院，没有人去照顾我，也没人关心探望。当我从医院出院后，我没告诉任何人，悄悄回到了家。我已经决定要面对一切，不能再逃避了。当我打开家门，眼前的一幕让我几乎无法置信。我看到张凡成和小三正紧紧拥抱在床上，他们的身影如同刀子一般刺入了我的心。我感到一股无比的愤怒和绝望，我无法忍受这样的背叛。我大声呼喊着他们的名字，我的声音充满了痛苦和愤怒。张凡成、郑薇安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的声音充满了颤抖和愤怒，我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他们，他们的表情瞬间变得慌乱和尴尬，他们连忙离开了彼此的怀抱。张凡成试图解释，但我已经无法听进他的话，我的心已经被背叛和痛苦淹没。突然间，一阵暴风雨般的愤怒从我心底涌出，我毫不犹豫地向张凡成走去，他的眼神充满了恐惧，他知道他无法逃脱我的愤怒。你们两个贱人！我的声音充满了怒火和悲伤，我用尽全力向他们冲去。张凡成一把抓住了我，或许是想跟我破罐子破摔吧。我愤怒地打他，也伸手用力地抓住郑维安的头发，拉扯的过程中，他把我推开，我失足从高处推下，我的身体无助地坠落，我感到一阵剧痛，然后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，思绪回到现实，我嘲笑着自己的懦弱，痛觉仿佛再次袭来，我紧紧抱着自己。当我沉浸在上一世的回忆中，一股难以名状的不安笼罩了我，我感到自己仿佛被黑暗吞噬，无法自拔地陷入其中。这时门铃突然响起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，这个时间了，会是谁？我有些惊讶地起身，走向门口，推开门，看到了一脸笑意的何景玉，手里还提着一袋食物。他看住我，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，然而他没有多问什么，只是微笑着说：嘿，我带了些吃的，要不要一起吃宵夜？我点点头，示意他进来。何景玉走进屋子，将食物摆在桌子上，然后拉开椅子，坐在我对面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感到一丝温暖。他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。我轻松地开玩笑说：怎么我心情不好，你就会刚好出现？何景玉笑了笑说：因为我在你脑海里装了感应器啊，你心情不好，我就会出现。我撇了撇嘴，半开玩笑地说：警察叔叔，我要报警，有人私闯民宅。我们一起坐下来，开始享用食物。我拿出一瓶红酒，斟满2杯，递给他一杯。他接过杯子，我们对住碰了一下，然后举杯示意前杯。我们一起喝酒，在喝酒的过程中，我们聊起了以前的趣事，回忆着我们年少时的美好时光。在何景玉的陪伴下，我的心情渐渐放松了下来，让我忘记了那些不开心。至少现在我并不孤单，好像遇到他之后，很久没有的温暖感觉又重回心头。我感激地看住何景玉，或许有他在我身边，我就能不再感到孤独和无助了。在我与何景玉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后，或许是看到我冷静了不少，他终于开口问起了刚才的事情。他温柔地问道：刚刚怎么了？你看起来有些不对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坦白告诉他，死亡时候的经历时常成为我的噩梦，困扰住我，每次想起都充满了痛苦和恐惧。我感到自己无助，甚至害怕。他听完我的描述后，突然抱住我，满脸心疼地看住我。我感受到他的拥抱，感受到他的温暖，心中有种莫名的安慰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才放开我，问起我的复仇计划。我毫不犹豫地向他倾诉了我的计划，描述了我对渣男和小三的报复。他听着，
神情有些沉重，似乎对我的行动并不赞同。但他并没有阻止我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幸福吗？”我停下来，感到一丝突然的困惑。幸福？我该怎么回答呢？现在的我只想住复仇，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幸福。但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，幸福是我应该追求的目标。我努力压下心中的矛盾，微微一笑，轻声说道：“我现在只想完成我的复仇计划，至于幸福，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。”和景玉点了点头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理解。他知道我需要的是时间和支持，他总是那么懂我。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，一个让我完成复仇的时机到了。这是公司的新品发布会。虽然张凡成恶名昭彰，但能赚钱的事情哪有不来的道理？商人唯利是图，而且政商名流各有各的目的。总之，这个聚会办得盛大而且华丽。在这场盛大的场合上，所有人盛装出席，但只有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舞台上的大屏幕开始播放影片，原本预定的欢迎嘉宾的影片，却突然切换成了渣男和小三的录音。这当然是我安排的。我站在舞台下方，我的心脏像是被重重锤住。这一切终于快要结束了，心跳很快很快。因为展现所有真相的时刻终于要来了。录音中，渣男和小三的声音清晰可辨，他们的对话充满了贪婪和欺骗，这一切都是他们的真实面目。我假装极度震惊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我直直地走向渣男，沉重的巴掌落在了他的脸上。他被我的举动震惊了一下，然后是羞辱和愤怒。你让我觉得恶心，我用力地说道，我的声音充满了愤怒和痛楚。我们结束了。聚集在场的人们情绪激动，有人对我表示同情，有人则愤怒地谴责着渣男的行为。他站在那里，像一个被众人唾弃的罪犯，无助而又悲惨。而就在这时，警方突然出现，他们手持住证件，准备将渣男带离现场。我眼睁睁地看住他被警方带走，心中充满了满足和解脱。我的复仇计划终于达到了目的，正义得到了伸张。还有那些你欠我的钱，我等住你出来还我。我冷冷地对他说道。他则是一副无助的表情，无法回应我的话语。在场的人群中一片沉默，他们看住渣男被警方带走。这场盛大的场合变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闹剧，或许还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谈，但我不关心这些，我只是快步地离开了那里。我终于能够告别过去的阴影，终于可以摆脱以前懦弱的我所造成的错误。而郑维安在知道张凡成公司出问题后，二话不说就甩了他，富二代也成为了他唯一的选择。正当他幻想靠着富二代享受荣华富贵时，命运的铁拳却无情地给了他一记重击。当他得知富二代已经结婚，并且有一个坚决的妻子时，他的世界仿佛坍塌了。富二代的妻子并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，他没有丝毫手软地将郑维安告上了法院，而这一切也成了新闻上的热门话题，扩散到了全城。就在此时，郑维安和张凡成之间的录音也再度浮现，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。不需要我推波助澜，事情已经开始自行燃烧。媒体对郑维安的举动进行了狠狠的抨击，他任职的公司也因此被迫面对这个丑陋的风波。最终，郑维安因为他的恶行而遭到公司开除，他的名誉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这或许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了吧？他所遭受的恶果，正是他自己种下的恶因所致。在众人的唾骂声中，无论法官的判决如何，他一辈子都会活在舆论之下。网暴虽然不好，不过我也不想同情他，而这一切也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一大堆文件摆在桌上，而张凡成公司的状况更是让人头痛不已。我身为最大股东，不得不亲自解决这些烂摊子，除了改善公司的营运状况，还要整顿公司的风气，这一切都让我忙得不可开交。辞去原本的工作后，我努力学习如何当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尽管困难重重，但我不会轻易放弃。这就是我选择的新生活，一个充满挑战的新开始。正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何景玉的来电。我心中不禁一动，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我的情况吧。我接起了电话，他问道：你有空吗？我仿佛感受到了新生活的气息在呼唤住我，我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我回答道：现在还没有空，要等我下班了。没事，
我等你，下班见。隔着电话都还能听出他微微的笑意。我知道这只是新生活的开始，而和景玉的出现，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勇气。虽然现在的我无心追求爱情，但如果是他的话，或许可以期待一下吧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再麻烦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并记得开启小铃铛。这里是图说故事录，我们下次见。